Hello，Hello，把它近一点。Hello，给大家录一个你们期待已久的50问啊，对的，但是可能不够啊，你们也不找我问了，就我俩就挑了一些，大概能有30个问题吧。对我俩挑了一些问题回答一下吧，对要不？对，咱们先就这些开头，咱们先防伪标签一下。对的，真的是男人的嘴啊，还有胡子的感觉。啥叫男人的嘴？开始吧。啥意思第一个问题啊，双人什么星座的？啊？这个之前应该说过我俩的星座其实是100%契合的啊。对，我俩都是风象。我是天秤，我是水瓶座他是水瓶座的啊。来下一个问题啊，啥时候发现自己是男同的？我一般是我在初中的时候会看一些那些漫画，像黑夜汉化的一些漫画。我也是。然后我的棍儿它可能会立起来啊，那个时候会。是吗？然后到了高中以后，处了第一个初恋之后，我才自知自己是一个男同。你呢？我也是，我应该是我小学的时候多多少少你小学时候就知道？不是，我小学时候就开始触及一些漫画。我接着讲我的那个。他说他小时候，我小学的时候就有触及到一些漫画，但我那个时候看到那些漫画，我只是觉得，哎，怎么有一种别样的情愫呢？然后后来到初中发现，妈呀，我怎么喜欢看那里，看看那里，然后也是初中了，就是确定了吧。然后大学毕业被我开包。喜欢过直男吗？我不能把我那个字儿说出去啊。我没喜欢过，但我初中那时候都不算吧。初高中的时候我没喜欢，我没真正的追求过啊，我真没喜欢过。我肯定是有的，我多多少少有暗恋过一些直男，但是我就是比较就是沉得住气吧，藏得住自己的感情，我都没有去表白，也没有去追求，只是默默的喜欢，后来就慢慢的就不喜欢了。笑死！对，吃花朵会脏吗？啊，不会，肯定洗干净啊。不是这个问题，好像是问就是用过之后的，也还好，它洗得很干净。对，不会脏的。怎么认识的？怎么认识就好说过好多回了吧？对，这超多。我俩在翻咖认识的。对，软件认识的，然后我俩猛烈，我通过我的猛烈追求，我俩互相喜欢，我俩就在一起了。平淡期怎么度过？平淡期，我俩好像一直没有什么太平淡期。我觉得我俩的，我觉得可能这就是那种正桃花的一个标志吧，就是我觉得我俩每一天都不能说很热烈、很激烈，但是有一种那种好好过日子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平淡期怎么度过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发型怎么剪啊？就是两边剃光啊，我看看就是两边剃光啊，往上面剪一剪就完事儿了，然后再一抓就我俩现在发完事儿了。型都一样的。对，哎，但是我要给大家一个小 tips 啊，因为我发际线比较低啊。我要给大家一个小提示，就是像我的这个太阳穴这里是有点凹陷一些的，所以我剪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说，就是前边这个位置，就虽然我这里也是有点贴头皮，但是前面这个可以就是稍微留我跟你一点点，们说，视觉上看着找理好一些。发师，你们不要老去换，你懂吧？觉得这家还凑合行，你第二回、第三回都去剪他家，一直在他家剪，固定的。每次他剪的时候，你有问题的立马提出来，他会给你修改。对，一定要。我猜你们肯定都是那种没事就换一家，没事就换一家。往后呢，剪的时候你们也连屁也不敢放，剪完了之后说人家不好，你就剪的时候他感觉不对，你立马跟他说，及时沟通吧。对，而且不要去老换，你懂吧？相恋尴尬经历，尴尬，有个史诗级尴尬的。啥呀？史诗世纪爆炸级尴尬的。啥呀？蜜桃四季春事件啊！啊哈哈啊！他给我口算，他喜欢深，我念深的，我他妈拽他头发深，不是，让我来讲这里，然后给他干吐，让我来讲，然后他就把那个刚喝的那个蜜雪冰城那个蜜桃四季春吐到我的那个，吐到我的那个那个麦克风头部麦克风上了，全都是那个果肉。
你让我说一说行不行？你那么急干啥？别解释了，咱们下一个话题。你着急睡，他着急睡。我没有，我就不给让我讲。他就想给他自己找我没有找补补啊，我故意的，我就想恶心他一下。OK。要孩子的话，谁生？我俩真讨论过这个话题。但这个话题能讨论吗？我说实话，我俩可能会互相要一个吧。对，如果我们足够那个什么的话，就是直接要俩吧。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久远的。对，但是我们确实有考虑过啊，这个是有的。是会有考虑过。下一个，星星反攻心得。你反攻过心得吗？首先我那天我俩最起初我只是想给他做一个按摩的，只是想给他那个摁一摁。哎，结果摁着摁着呢，他一直在叫，你们知道吗？你有病吧？他一直在吭叽，然后我就那个啥了，我就有点起立了之后我说你现在试试吧，我就放进去了。我放进去之后我就唰，就是很柔软。他都不会，我真的不会，我第一次不会。操他那个样还在那装那个样。不是我那个样难道不喜欢吗？喜欢。你说的很勉强，你为啥老这样对我？你一直在引导他们，到时候又说我是被玩弄的了。新鲜感，秘诀。哎呦我的妈！你那个秘写的，没啥新鲜感秘诀，天天在一起睡，其实就很互相依恋吧，只能是这么说。可能确实是。年上年下。他年上我年下。哎呀，我俩就差了那么2岁。他00我03。对，这哪算得上年上年下呀？陈哥厉害吗？指哪方面厉害呀？哪方面？我 iPhone 17，就我真不是吹啊，不止17。我真不是吹啊，我确实，我这玩意儿确实保守来讲，因为我老运动，骑车、健身什么，其实我这方面其实还是比较，我牛奶其实可能会，不对，是后乳的状态，不是经常他牛奶甚至都已经有点像那个乳酪酸奶好那个啥，很浓，我很难咽。原则性问题怎么面对？来，这个是有一个宝子，我看到他这个问题，我觉得首先原则性问题，我觉得就要看你自己的这个接受能力。你如果能接受他的这个所谓的原则性问题，那你俩就继续在一起；你如果接受不了了，那就只能分开了。但是我说句实话哈，就我俩之间很难有原则性问题。对，我俩是没有，因为我俩同居。同居的话，我俩几乎，我说句实话哈，就是跟形影不离。我走哪都会带着他。对，他是一个很喜欢带着我的人，除非去骑车啥的，我能在外面。对，而且我说句实话，哎呀，你们别说那个骑行圈乱，真骑车的出去累得像条狗一样，出汗的，谁还能有这心思出去找别人啊？而且什么圈子都是分人的，没有说哪个圈子就是乱圈的，不是 in part 的圈。有这个推某叉吗？完全无，我俩根本就从来没有过。就所有人看到全是假的，全是盗图。网上有很多盗我俩图或者盗我图的啊，还有在各种软件，那些软件发的根本就没有，全都是假的，全是假的，不要被骗了。而且如果是人跟分离，完全是货不对版啊。对，他们就是骗子，诱惑你。我之前他们跟我俩反映过，就是诱惑你下软件。到时候咔咔盗刷你信息，好吓人！给你信息全盗刷，我自己都遇见过。我跟你说，遇到这种情况，我跟你们讲哈，就不搭理他就完事儿了。对，他不会去把你怎么样。星巴克、麦当劳玩过吗？我一直都是麦当劳。当然玩过。我一直都是一个麦当劳。其实我可以星巴克的，我有的时候其实在我俩炒菜的时候，我挺喜欢。他有时候诗性大发了。我可能会使劲使。他哐那个啥，我害怕。你可以说我是个伪对，他是伪丝，喜欢伪丝的，对，喜欢伪丝的那个，喜欢吧。感情稳固的事儿，我要讲一点，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我要考研，
我只是想考一下，随便试啥，但是他可能以为他幻想我是那种，就是网上有很多那种，学术妲己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我寄宿在他家，然后吃了他这个红利之后，上岸直接给甩掉。然后他那天，我说句实话，我那个时候，你先讲吧。他可能那天内心十分挣扎，他觉得我可能是那样想那样做，但是他思考了很久跟我说，就是如果我真的那样的话，其实他是可以接受的，对他愿意接受，他只是希望我在，假如我真的上岸了，真的给他甩了，希望我以后不要和我朋友们说他是个傻子，说他是心甘情愿这样的。我那件事真的让我其实我很触动，我觉得他这个人真的对我挺好的。我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喜欢一个人，你就喜欢就好了，你对他的付出是没有回报的，这不需要回报的。就是最好就是体面一点嘛。我这个人其实很体面，我觉得就是体面一点，就是不要到后边闹得再不好，你懂吗？就是这样。我觉得喜欢你，或者说你真的是那样，我觉得我可以去接受，我也可以祝你考上一个好的学校，但是不要就是说，到最后你还要去反过来骂我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也没啥。喜过直男吗？为何喜？我根本就说没什么可喜直男的。这个讲过了。我劝你们不要去喜直男。对，总喜欢直男的给自己几个嘴巴子。对啊，就是你现在软件都很发达，各种无论是自媒体什么的，很多都明显，你就是喜欢个男同不就完了吗？非要去盯那个直男干什么？我说你们就心里面我不懂。不。直播间很多在说，我俩直播的时候也会在说，我很不懂你们心里是怎么想。我给大家就是解释一个东西，我觉得有人是和我之前的心理一样的，就是觉得用软件的人都是不正经，不好好谈感情。但是我用了软件之后，首先我俩就是在软件认识的，而且我觉得那上面的人不是每一个都那样的，就是真的要分人。你如果有一个识人的能力的话，你完全是可以去尝试在软件上，因为那确实是一个平台，能让大家遇到自己的同好。第一是识人，第二就还是那句话，我俩直播的时候也会常说，我觉得先爱自己。对，我劝就是不能说劝吧，我希望我俩有很多年轻的一些小朋友们、学生粉丝什么的，就是，在学习的或者说生活的条件，尽可能的去增加一些你的体育运动。尤其男生嘛，体格好一点，有点，咱不能说练得多好哈，多壮，稍微有点小肌肉形状，身体匀称一点，好一点。现在人都喜欢那样。对，然后自己好好收衣服啊，利利索索的，皮肤干净一点，就很好。如果那样的话，就会有人自愿去喜欢你。就是也不是规训大家要一定那样，就是提升自己不会有错的，爱自己。对。是啊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这有一个吵过最大的架，哪次最大呀？每次都很大，我就最大他把手机摔了一回。啊，但是那次原因是很简单，那次就是压力比较大，那个时候，然后摔手机，情绪我给他衣服撕了，然后我啪啪啪给手机摔了，然后给他的水壶砸了，给我水壶也给我砸了，水壶。但是原因很简单，原因就是当时一个非常小的问题，但是当时情绪不稳定爆炸了。直播间讲过，对，你们可以没事的时候晚上来我俩直播间溜达，我俩现在可能直播间一般都会陪大家唠嗑吧。对，没事了。